Hello， 大家好，我是乡镇美食节。上期视频教大家如何用面条机压面条，这期视频教大家如何用面条机做出手擀面口感和筋度的面条。我们传统的手擀面需要这么长的擀面杖以及一个很长的案板才能来做，而我们传统的手擀面最麻烦、最累人的步骤，也就是擀面皮的一个步骤。所以这期视频教大家如何用压面机来代替这一个步骤。那首先我们先要搞懂影响面条筋度有哪些因素。第一个是面粉，做面条用高筋面粉。第二个，水的用量。上期视频教大家用面条机做面条，它水量是大概是3:1，因为水量太少，它形成的面筋不够，所以它的面条的筋度也会不够。大家可以仔细想一下，兰州拉面、河南烩面、饸饹面以及安徽板面这些面条，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水量比我们平常用面条机压面条的水量要多很多。所以今天的视频我就教大家如何用面条机来代替这一个步骤。我们不需要很长的擀面杖和案板，也能做出传统手擀面的口感的筋度，甚至超越传统手擀面的筋度。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好，现在我们开始来和面。和面的方法跟我们做传统手擀面的方法是一样的。这里是500克高筋面粉，这里是4克盐、2克碱。老话说盐是骨头，碱是筋，加了盐和碱之后，面团会变得更筋道。当然它只是辅助作用，主要还是要看我们的面粉是否是高筋的。盐和碱倒进盆里，搅拌均匀以后倒入水，水一点一点的倒，水要用温水，不能用凉水。在和手擀面以及饺子面的时候，不要着急的把它揉到一起，前期揉到一起，后面就会有很多干面粉，不容易揉进去。所以我们要提前揉到没有干面粉之后再揉成团。像这样，现在已经没有干面粉了，我们开始揉成团。第一遍揉成团以后，我们要用力多揉一下。我们第一遍揉出来的面是这样的，表面不光滑，非常的粗糙，而且用手一拽它会断，没有筋性。这是因为我们刚刚和好的面，它的面筋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延展和交织融合，所以我们需要醒面，让面筋延展。延展以后，我们再次揉面，就是让面筋交织融合。醒面揉面这个步骤我们要重复2到3次，也就是所谓的3揉3醒，这样我们做出的面团才会更加的筋道。现在我们把表面涂一层水，盖上盖子，醒半个小时再揉一次。好，半小时后我们进行第一次揉面。大家可以看到面团变得明显的光滑了。揉光滑以后放在这里继续醒，再醒半个小时。现在是进行第2次揉面。我们每一次醒面，面筋组织都会得到一个充分的延展。我们每一次揉面都会把延展好的面筋再次的交织融合，这也是手擀面筋道的原因之一。我们用机器做手擀面，最后一次揉面要揉成一个长方形，揉成这样的放在这里。如果说是用擀面杖擀的话，就揉成一个圆形。现在我们的面已经醒好了，先把案板上撒一点干面粉，把面按扁擀一下。因为面条机之间的空隙宽度不够宽，如果直接拿着面块去压的话，会把面筋组织挤断，所以我们要模仿手擀面的制作方法，先把它擀薄，跟你家面条机的宽度差不多就行，可以比你的面条机宽度窄一点没事，不能超过它的宽度。我的面条机的宽度最宽是2厘米，我的面片可以擀到3厘米就可以。好，现在把面条机的宽度调到最宽。压的时候不能一次性把它压很薄，要一点一点的压。就如我刚刚说的，如果说一次性压太薄的话，会把面筋组织挤断。压完之后调薄，一点一点的调薄。这个就是在模仿我们手擀面的一个方法。手擀面是一点一点的擀薄的，我们压面也要一点一点的压薄。如果表面没有干面粉，要及时的撒上干面粉，尤其是越来越薄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干面粉，压出来的面皮就会粘到一起。越薄它就会越长。那我们先不要把它压完，先把前面压出来的撒上干面粉，叠到一起以后再压。手擀面一般的厚度都很厚，所以压的时候也不能压得太薄，太薄的话它的筋度也是达不到的。最后一次多撒一点干面粉，等会儿面条切好以后，多余的可以抖出来，但是不能少，少的话会粘到一起。当我们的面全部做好以后，现在就开始切了。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为什么不用压面机压？因为我们的面太软，如果说用压面机压的话，一压出来的面条很容易粘在一起。至于宽度的话，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切。切好以后抖一下，把每一根面条都充分的沾到干面粉，这样它不会粘到一起。到这一步，我们用机器做的手擀面就做好了。我们没有用很长的案板和很长的擀面杖，也没有费很大的力气，只用压面机压了几遍，4到5遍就做成了和手擀面精度一样的面条。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视频教大家用这台机器来揉包子、馒头面，以及手工揉面，怎么把包子、馒头面揉得更光滑。我是乡村美食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